今天我们会往北欧的最高盘山公路258公路，这一条就是国家旅游路线。这边有一个 roadblock， 不能前进耶。这边的确是封路了。Wow, beautiful! Wow! Here got CF motor. Should I ask them whether they can fix the brake? I have some issue with my rear brake. OK，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55号公路 Sognefjellet， 它也是挪威国家景观公路之一。我们现在到了最高点1428米的 Sognefjellet， 成功拿下 Get。Good morning， 我是西西。那我们现在呢是在 Geiranger， 现在是早上7点半，温度是8度，所以还好。那我身后呢就是这个 Geiranger 的 Fjord， 这边就是那个码头，我们的酒店呢就是面向 Geiranger 的 Fjord。早上10点40分，我们出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Skåndal， 大概300公里啊。现在是8度。今天我们会往北欧的最高盘山公路骑去，所以温度应该是会是最低的啦。我今天穿了很多层，有这个内衬2件 Heattech， 1件羽绒外套，再加骑行服。希望到了这个最高点的时候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那原本我们是计划9点出发啦，但是临时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调整了一下出发的时间。早上呢，我们现在要骑差不多40公里吧。今天的计划呢，会骑2条挪威国家旅游路线，所以非常的期待啊。其中一条还是我们那天放弃骑的高山公路。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下雪封路，而且那条路因为是属于最高的盘山公路，所以非常不建议去骑。对我们2轮骑士来说，风险太高了，因为我们没有雪地轮胎啊，而且靠2轮的话，这个平衡有点难度呀。这几天天气转晴，太阳高高照，所以我们的机会来了。继昨天我们成功的挑战了这个 Trollstigen 和 Geiranger 的盘山公路，增加了我们骑这个最高盘山公路的希望和机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的重点就是骑这2条高山公路，会超过1000米以上。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发夹弯了呀。在挪威呢，是很难不骑这个蜿蜒山路，真的是到处都是蜿蜒山路。我们的海拔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往上爬，看看这一层已经是差不多跟这个雪层是同一个 level， 在前面2边就是下过雪的痕迹。下面这个是下雪，还没有融化完的样子。这2边都是硬硬的石块。Wow, beautiful! Beautiful! 哇！
在正式进入了这个258公路，这一条就是国家旅游路线，叫做 Old Stringerfjell 公路。那它是挪威其中一条古道，在1847年吧所建设的。那它旁边的这些石块啊，就是沿用好久以前的这种石块建筑成的这个一个像是围墙，一块一块的，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较前卫式的围栏不太一样。这条公路呢，全长只有27公里，那它的高度最高可以去到1100多米。这边有一个 roadblock， 不能前进耶。为啥要 U 灯啊？这样。我们尝试到这个酒店问一问，为什么通不了啊 ？OK， 钢铁侠刚才去问了酒店的职员，这边的确是封路了，因为是冬天的关系。那我自己上网查了这个路况的资讯，的确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查到这条路它是封路中的。所以现在可惜了，没办法带大家骑这条公路。那至少前面有一小段，可能是1公里吧。现在骑回同样的路下山，就给大家看看前面的一点点吧。那都是发夹弯，里面呢有一些路段啊是碎石路段，不是铺装的。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到那里。哇，这边是没有围栏的，而且是在 U 转的地方，非常急转弯。这旁边的石块围栏就是它的特色啦。我们现在接回主路，走回头路。应该有10 click 哦。这碧蓝色的湖好漂亮哎，这蓝色不同层次的蓝，哇！我们来这边休息一下，没有开吧？这个是一个 National Park 哎。我们停在这边上厕所，小小休息一下，吃香蕉。看看这边的景色，这是湖吗？不太确定，看起来像是湖啦。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垃圾桶旁边，这是一个蘑菇嘞，这么大一颗，比我手掌还大。我们来到了龙。这个是山脚下的乡镇，从这边呢就可以进入55号公路。先去找个油站，这个褐色的路牌55号，再加上这个符号，就是这个国家旅游路线的一个符号。Here got CF motor, whether they can fix the brake. 去问问看。Hello. Hi. I have some issue with my rear brake. I'm riding a Royal Enfield Himalayan. Would you be able to have a look? I let you balance, I said. Only when you go off balance, I will come in. 点一杯 cappuccino。这个手都在发抖，太冷了。吃好了。OK，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55号公路 Stringerfjell。
它也是挪威国家景观公路之一。那它的路线呢，就是位于 Lom 和 Kaupe 之间，总长108公里。那它是整个北欧呢最高的盘山公路，最高是超过1400米的。那它在冬天的时候呢是封路的，所以现在9月底是属于最后一个可以骑的这个时段。那如果是像前几天下雪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建议我们摩托车骑行啊，因为它有可能是结冰的情况。现在呢还在比较低处，所以还看到这种绿植，有点秋冬黄色的杉树，是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从这边呢就会骑大概80公里到今晚住宿的地方 Skåndal， 也算是骑了大部分的这个55号公路了。这条公路的特点呢是，你不只可以看到湖光山色，有山有湖，有峡湾有峡谷，还有冰川啊，越来越高，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度跟这个山峰很接近了，而且绿林越来越少了。可以看到它的植物有些变化了，现在都不是那种高大的树，而是这种属于矮科的植物。我们现在在这边路边的牌子显示1207米高度，还不是最高，最高可以去到1428，感觉就快到山顶了。这边1300了 ，climbing up。哇，那边那个雪山，这边是最高点了。停这边。我们现在到了最高点1428米的 Sognefjell， 北欧最高的盘山公路。Goodbye, the highest mountain pass of Northern Europe. Been that, done that. Thank you, Sognefjell. 从这里我们慢慢骑下山。来玩冰，嘿，嘿，是硬的耶。这个就是雪了，嘿，嘿，剩下最后的30 click， 我们就到今晚住宿的地方了。下，再往上，再往下。哇 ，the mountain road extend out all the way there， 这边都是发条湾了。我们下山到山脚啦 ，yes， 我们来到了今晚住的目的地 Skåden， 这表示我们的55号公路挑战成功，拿下 get。我们今晚的房间要自己铺床单，这是 family room， 这边还有一间房间，双层的床。然后这边是饭厅，这边是客厅，然后这是厨房。Master Chef 在研究，重点来了，海景。现在要出去买菜了，所以今晚要煮晚餐。
明天早上煮早餐，再煮明天的午餐，打包。终于找到米了，这个是 Basmati 米2 kg， 看看多少钱，马币差不多80块耶。这家是比较小型的 Co-op， 但是还是很完善的，他卖的这个产品。今天晚上我们会吃猪肉，煮汤，煮饭。我们最后一包马来西亚带来的饭，今天晚上把它煮掉它。总共198 NOK， 相等于马币100块，3餐。OK。发挥创意，只有这么大个盖。烤猪排，这个是炒青菜猪肉，四川汤包，巴斯马蒂米饭。